5月8日，大众中国发布公告称，大众汽车集团旗下软件子公司 CARIAD 的监事会批准了公司的全面调整计划。除首席人力官之外 ，CARIAD 董事会全被换血。此番大动作不仅是大众内部组织结构的一次调整，而且是关乎 CARIAD 未来发展方向，以及预示着整个大众集团软实力表现的重要变革。小编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发现很多自媒体故意制造噱头，说这是德国大众参加完上海车展后，被中国的智能化车机交互系统震撼到了，所以回国后立马裁了该部门，后续将与中国科技公司深度合作，包括地平线、华为和大疆等。有意思的是，其实这3件事单独拎出来说都是真的，但3件事并没有直接联系。那么真实真相如何呢？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如果说电动化是此前1-2年上海车展的关键词，那么本届车展的关键词就是智能化。这背后刚好迎合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由电动化向智能化变革的进程。只不过车企们不再是简单粗暴地在产品上堆硬件，而是站在消费者角度向智能化细节中内卷，并且国内企业针对智能化的比拼已呈现出白热化的景象。从产品层面来看，魏小李是率先把语音和手势交互量产落地的车企们，比如小鹏在 P5 车型上实现了多音区语音交互能力后，目前包括蔚来、小鹏和理想等大多数车企的产品均已实现了这一智能座舱交互功能。实现所见即可说后，以理想为代表的车企们把所见即可比划的功能搬到了车内。在理想 L9 产品中，消费者可以实现手势与车内屏幕进行交互，以至于理想汽车 CEO 理想把这款产品称为5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车型。除了交互方式之外，车企们之前在智能座舱领域卷的地方还有车内交互屏幕的较量上。再拿理想 L9 为例，这款车型的座舱内共搭载了5块屏幕，包括抬头 HUD 加方向盘、仪表屏、中控屏、副驾双联屏和一块 15.7 英寸后排 OLED 娱乐屏的5块屏幕。这也成为理想自理想 ONE 率先实现3联屏的量产后，对于车内屏幕的又一升级。未来小鹏之外，同样在车内屏幕上探索的还有作为智能化供应商之一的华为。在本届上海车展华为展台，该品牌摆放着包括 XHUD、AR HUD 在内的多项新技术，其中 XHUD、AR HUD 简言之就是把普通的 HUD 尺寸和清晰度扩大，乃至实现最大70英寸的交互可视范围。据其官方介绍，在这块新的 HUD 屏幕上，消费者可以看电影、查看导航信息，以及在倒车时查看倒车影像等功能的同时不会晕车。还有一些车企和供应商们在寻找其他更具体的交互场景。蓝图汽车在本次车展上一度成为了备受关注的车企之一，因为它在车展上发布了智能手环产品，能为车机提供手势交互，一转手就能把车窗全部升起或落下，无触控开启后备箱。Unity 和华为等厂商同样对于其他场景的交互进行研发，前者通过把游戏引擎引入车机，让车内交互场景实时渲染表现出来，后者则把智能化交互应用到车灯上，实现在开远光时不对对向车辆及行人产生干扰。基于以上来看，魏小李等车企以及华为等智能方案供应商们，目前已经从简单追逐车机智能化，向更为细节和具体的智能功能落地去发展。而在新能源产品用车方面，也正在走向具体。这届车展，相信大家都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喜欢往自主车企这里扎堆儿。这是因为我们领先了，洋人也来取经了。当然，这里说的领先并非我们全面超越，而是在某一些领域我们实打实的做出了成绩，比如在智能化、车机交互、自动驾驶等领域，以上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证明。
再说回德国大众裁员一事，其实背后的原因很简单。CARIAD 过去2年的表现确实差强人意。2022年7月，由于 CARIAD 软件开发的严重延迟，导致大客户保时捷、奥迪和宾利电动汽车的主要新车型发布都被延迟，而软件问题也推迟了大众 ID 系列车型的首次亮相。一系列问题导致集团内部对这个部门产生严重不满。根据大众汽车集团2022年财报 ，CARIAD 的营收为8亿欧元，营业亏损增长至20.68亿欧元，在2021年亏损为13.27亿欧元，而这一亏损也占到整个集团利润的近10%。业内人士猜测，本次动刀管理层仍在于 CARIAD 的交付问题一再推迟，严重影响了各品牌的推进速度。比如原计划在2026年就能在整个车队搭载实现 L4 级自动驾驶的新软件平台，该平台目前被推迟至2030年发布。保时捷 Macan EV 和奥迪纯电车型因软件问题被推迟到2024年上市，而大众 ID 系列作为大众电动化转型的希望，在上市后软件问题不断，比如车机死机、方向失灵、刹车异常等故障频发，被不少车主投诉，吐槽大众软件技术就像一张白纸。按照集团的说法，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后， CARIAD 没能按时完成研发工作，集团已经没有耐心等 CARIAD 完成耗资巨大且充满变数的发展计划。那么和中国企业合作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去年4月 CARIAD 在中国成立子公司 CARIAD 中国，该公司是 CARIAD 在欧洲外的第一家子公司。据介绍， CARIAD 中国主要围绕着用户体验、用户交互、高级辅助驾驶系统和自动驾驶、车辆与系统整合、数据处理以及硬件设计与适配这6大领域进行中国本土化的研发和适配。在当时的成立仪式上， CARIAD 中国子公司首席执行官常青表示， CARIAD 中国团队将主导与参与全新软件平台技术栈和产品线70%的研发工作，包括本土研发和适配。与此同时，大众集团首次邀请中国供应商参与集团车型的全球采购。随着智能化采购大门向中国供应商打开，便一直有消息称，大众集团将与中国科技公司深度合作。传闻中的合作对象包括地平线、华为和大疆等，其中华为是最热门的绯闻公司。大众与华为一直有深度的合作，而去年8月，有外媒更是爆料称，继奥迪 A6 等车型搭载华为 ADS 后，大众有意斥资100亿元收购华为一个拥有700人的自动驾驶团队，或与其建立合资公司，但这一传闻并未落实。有人说是价格没谈拢，有人说大众怕养虎为患。成立不到半年后，2022年10月 ，CARIAD 宣布和中国首个边缘 AI 芯片制造商地平线合作，在华成立合资公司。公司成立后 ，CARIAD 将持股60%，以此加快面向中国市场的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和自动驾驶系统开发进程。在本次合作中，大众集团计划出资约24亿欧元，这也是自大众进入中国市场以来40年来的最大一笔单项投资。总的来说，大众选择地平线而非华为是出乎意料，但也算情理之中。一个技术很强也很容易控制的合作伙伴更符合大众集团的需求，而华为保不准哪天就成了竞争对手。其实大众集团无论是选择华为还是地平线，作为一个中国人都值得高兴，因为这证明中国在汽车智能化方面确实已经拥有领先优势，同样证明中国已经成功吸引外国巨头的科技创新高地，这方面的意义非同小可。接着，在今年4月13日 ，CARIAD 又宣布与中科创达在华建立一家合资公司，这是 CARIAD 在华成立的第2家合资公司。双方的合作将专注于智能互联和信息娱乐系统领域的软件产品及解决方案的研发与测试，提供操作系统、人机交互界面、座舱和云端等软件开发服务。成立时间虽然不长，但 CARIAD 中国已经有了成果。按计划 ，CARIAD 中国会在车机座舱领域最先交货。今年下半年交付的 ID.7 就会搭载一套由 CARIAD 中国团队开发的人机交互系统。在智能驾驶领域 ，CARIAD 中国团队参与开发的 L2 加辅助驾驶系统将最早在保时捷和奥迪上量产，预计2024年推向市场。由此可见 ，CARIAD 总部做出裁员调整，也意味着大众在软件开发领域将重点押宝中国，而不是一股脑的自己蒙头开发。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此你怎么看？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